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麦宝。那可以看到我们桌上一大堆材料，那今天我们就是要来组装锂电瓶。好，那在开始之前，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准备了哪些材料。那我们先从这个锂电瓶的主体看起。我这边有4颗锂电芯，那这个是磷酸铁锂电芯，它1颗的电压是3.2。那我们等一下就是要把4颗用这个铜片串联起来，这样子就是一个12伏的锂电瓶系统。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保护板，我们看到这个保护板上面写磷酸铁锂4串12伏200安培，那它放电的电流可以支援到200安培，充电到100安培，然后接线方式是铜口。那这个铜口保护板的意思就是它充放电是经过同一条线。那还有一种叫分口保护板，这个保护板上面就会有3条线，它充电是一条线，放电是经过另外一条线，那个接线就会比较复杂，比较麻烦。那一般现在的主流都是这种铜口保护板，因为我想要组装的锂电瓶是有200安培放电能力的锂电瓶，所以我选用的保护板是200安培，包含我所有的配件都可以支援到200安培放电能力的配件，像这个锂电芯的串联的这个铜片，它这么厚一片，也是可以支援200安培。还有我们这个要接线的这个铜笔，它也是耐电流200安培。那我们看到我们保护板上面这个线，它上面有编号2 AWG， 这个矽胶线就是编号2的矽胶线，那号数越小，耐电流越高，所以我另外买的要接线的这个一样也是2 AWG 的。那我们稍微来讲一下这个矽胶线，各位如果在淘宝买这个矽胶线，大陆叫硅胶线，它上面都会有一张表，标明这个矽胶线各个号数的允载电流。那它上面允载电流其实是它的瞬间电流，它不是它的持续放电的电流。那你可以跟卖家要的另外这一张表，像这个2号线，它的瞬间电流是500安培，可是它的持续放电电流只有200多安培。所以如果你买的时候是看它上面附的那一张允载电流的表，你会误以为它的线可以支援到那么大的电流，那其实它只是它的瞬间电流。如果你用的线不够粗的话，是有风险的。那这个接线柱我们也看一下，我这边有2组接线柱，那这个接线柱是锁螺丝的，那这种接线柱是算是快拆的。那这2种接线柱有什么不同呢？因为我的锂电瓶将来是放在车上，基本上都不会再去动它了，所以用这种接线柱锁螺丝的固定，它接线会比较牢固，比较稳。如果你的锂电瓶是会搬到下面去使用，去接一些放电设备的话，像这种快拆的是比较方便，可是它就是比较容易松脱，比较不牢固。那我们所有的用电设备接线都要锁得非常紧。如果是这种快拆式的，你放在车上，它震动松脱的话，它这边的电阻就会变大，因为电流不顺，就会容易发热发烫，甚至会有起火的风险。所以我会用这种固定螺丝的，它来锁会比较紧。那因为现在我车上的内装都还没有做，那如果我做好的话，我这锂电瓶其实不用装到这个箱子里面去，这个保护板在外面散热能力也会比较好。那因为现在我还没有做，我还是一样会把这个锂电瓶放到我们的箱子里面去。我要移动它，或者是拿到车下去充电会比较方便。那装到这个箱子里面，因为保护板一样是跟锂电瓶都装在里面，那可能散热会比较不好，所以我会开2个孔来装上这个风扇，一进一出，让里面的散热会比较好。那这个风扇会接上这个温控模组，那这个我到时候会设定可能35或40度，就让它风扇自动启动。
然后温度降下来它就停。那这个温控模组的设定我就不介绍了，那个说明书上面都有，大概看一下应该不难理解。好，那介绍所有的材料之后，我们就要开始来组装了。那在开始组装之前，我们先量一下我们这4颗锂电芯现在的电压，因为这个锂电芯其实我已经买了1年了，这个保护板也是，然后放在家里1年，我都没有时间去组装它。那我们看一下它的电压现在是多少？看第一颗的电压 3.297， 第二颗一样 3.297， 第三颗一样 3.297， 第四颗一样也是 3.297。 好，在开始接锂电瓶之前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保护板上面的排线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排线上面有5条线，1条黑线，4条红线，就是黑线就是负极，然后4条正极。那这个排线等一下压接上这个端子之后，要怎么接到这个电芯上面去呢？我们先讲一下它的原理。那我们用4颗4号电池来代替我们的4个锂电芯，来讲一下这个排线的工作原理。一般我们用这个专用电表量这个电池的电压。所谓电池电压就是正极跟负极2点之间的电位差。我们量一下这一颗的电压是多少？这颗电池的电压是 1.44。再量一下第二颗。1.415。那假设我们把2颗串联起来，量这2颗串联后的电压，就是这一点照这一点的电位差。就变 2.85。所以说电压就是电位差，这一颗电池的电位差，正极跟负极是 1.4， 这一颗电池也是 1.4。当2颗串联起来，电压就是上面这一点到下面的电位差，就是2个相加就会变成 2.8。所以同样的原理，假设我们把4颗电池串联起来，那它串联后的电压就是变成第一颗电池的正极到第4颗电池的负极，这中间的电位差，假设每一颗都是2的话，就会变成8。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个保护板上面的排线有5条线，它的原理就是第一条黑线跟第2条红线，这2条接在第一颗电池，就是我们的锂电芯上面的时候，这2条就可以知道第一颗电池的电压。那第3条红色线接到第2颗跟第3颗中间，像这样，前面2条可以知道第一颗电池的电压，第2条跟第3条就是来量我们第2颗电池的电压，以此类推。第4条就是由第3条跟第4条来量我们第3颗电池的电压，最后一条第5条接到第4颗电池的正极，就是由第4条跟第5条来量我们第4颗电池的电压。所以保护板它就是经过这5条排线去监控我们4颗锂电芯的电压，然后去做均衡的充电跟放电，大概就是这个原理。好，那我们介绍所有的配件还有这个排线的接线方式之后，我们就要开始来接线了。串接这个锂电瓶的时候要小心，这个正负极你千万不要锁螺丝的时候，你的铁件让2个正负极接触，它就会马上爆出火花，非常危险。那正负2个一起摸是没有问题的，因为它不到人体的触电电压，所以手摸到是安全的。可是等一下锁螺丝的时候，或者是接线的时候是有一定风险的，还是要小心。
好，我们把4颗锂电芯中间分别贴上4条泡棉胶带，让它等一下贴上去的时候，中间留有一点点缝隙，不要让电芯在车上摇晃碰撞的时候，会把外面这个蓝色的塑胶封膜给它划破，可能里面电芯会短路。然后连上去之后，外面再用这个纤维胶带把它整个固定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把4颗锂电芯都固定好了。那现在我们先装到箱子里面去，看一下这个保护板要装的位置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空间非常狭窄，可能不是很好装。然后旁边还要装一个风扇，这边也要装一个风扇，一进一出。然后这边还有2个正负极的接线柱，那空间非常的小。那我先把电芯拿起来，先把保护板固定在车边，然后风扇挖洞装好之后，再把这个锂电芯放进去，再来接线。我们把这个保护板装到箱子里面去了，空间非常的小，非常的难装。我们看一下，保护板固定在侧边，那这个排风扇，我打算1颗装在这边，1颗装在大概这边这个位置。那我们看到这个排风扇，我买太大颗了，应该不需要那么大颗，因为这个空间非常的小，这么大颗真的不好装。大概这个1半就够了吧，只是加强散热而已。反正不管，都已经买了，我还是把它想办法装上去。好了，我们把保护板、2颗风扇，这个下面的是进气，比较靠上面的是排气，都装好了。看一下进气、排气，然后保护板、排线在这边。那我们还剩2个正负极的接线柱，接完之后把电芯放进去，把线全部接好。这样就完工了。我们全部接完之后，再跟大家讲解。OK， 箱子的部分已经全部完工了。我们看一下。那我们先把锂电芯放进去，然后看这个排线的接线长度要多少，然后来压接端子。全部都接好了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风扇接好了，然后风扇的温控开关我也接好了，把它竖在下面，然后它的温度探针也在下面。那等一下就是要把锂电芯放进去，然后排线的端子全部都压接好了。那等一下接上去之前，要先把这个保护板的蓝牙还有温度感测探头插上去，再把排线接到我们的锂电芯上面。那保护板上面2条线，一条 P 减接到我们负极的接线柱这边，保护板的另外一条上面有写 B 减，等一下就是要接到我们电瓶的负极。那红色这一条2号线的矽胶线我也压接好，然后上焊锡跟热缩套，等一下接到电瓶的正极。全部的线都接完了，然后也整理好了。那这个排线接上去之后，这个蓝牙这边有一个按钮，按下去就可以启动我们的保护板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
现在电压是多少？13.18。那我们大致上来看一下我接完之后的样子。我们可以看到旁边是我的200安培的保护板，然后它的蓝牙跟它的温度感测探头在这边。那我们再看一次排线，这5条排线的黑色线跟保护板的 B 减接在电池的总负极。那第2条红线接在第2颗电瓶的负极，第3条红线接在第3颗电瓶的负极，第4条红线接在第4颗电瓶的负极。那第5条红线跟电源的总正极就接在第4颗电瓶的正极。好，那我们电瓶大致上就是这样子。那我这个空间很小，其实它电瓶已经不太会移动。那上面这边再给它盖个这个泡棉，保护一下这些接线的地方，才不会短路。那旁边再给它加强一下，让它更不会移动。我这个是非常紧啊，它已经没有移动的空间了。不过还是加强一下。那我们锂电瓶的组装大概就是这样子。那我刚刚讲这个保护板它是有带蓝牙功能的，那可以去下载它的 App。那我们也稍微来看一下，我们先到 App Store 去下载它的 App， 叫 Smart BMS。安装完之后，开启。那我们进到它的 App 画面，那进来以后，我们选第3个图示。它上面有图示，第一个是单颗电芯的，第2个是并联的，第3个是串联的。我们选串联的这一个，然后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保护板蓝牙的序号 DL666 这个，然后我们点进去。我们现在进来可以看到我们的电压是 13.2， 然后电量100，这个还不准确，因为我们组装完之后要先把它充饱电，然后到它的设定里面去，把这一颗锂电瓶它的容量设定进去。那这边我已经有设定了310安培小时。那设定这个参数就是告诉我们这个 App 我这颗电瓶的容量是多大。那我设定310，然后再把它放电，放到完全没电。这时候主画面这边 SOC 这边，它就类似我们的库仑表，它就可以知道我们充饱电到放完电之后，这个电瓶的容量是多少。然后你下次在充电的时候，这边的数值就是会是准确的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App 画面里面的设定都是英文的。那人家说书到用时方恨少，那这个英文的对我们阅读来讲有点难度。那因为这个 App 它不支持繁体中文，那我们就到手机的设定里面去，找到我们的语言，把我们的语言改成简体字，然后再回到我们的 App 里面去，它就会变简体中文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参数设定。第一个保护参数，这边有很多参数可以设定，基本上是都不用设定。我们只要设定第2个电芯特征，额定容量，这边310 Ah。那如果你的电瓶是200的话，你就设200，然后按设置，然后这个密码预设都是123456。这样子就可以把它改成200。那我们看到这边也有温度保护，这边都有很多参数可以设定。你可以设定它的高温保护，当超过60度的时候，它就会断电。然后系统设置页面，这边有充电开关、放电开关，你就可以控制把充电断掉，或者是放电断掉，它就不会输出。那这个 App 上面的参数基本上都不要去动它，就是设定我们是什么电瓶，我们就选磷酸铁锂电瓶，然后容量310 Ah， 这样就可以了，其他都不用去动它。那自己 DIY 这个锂电瓶其实没有很复杂，
就是所有的接线的端子一定要压接好，然后上焊锡。那接的时候要小心，不要去短路了。然后排线接的顺序不要接错了，不然保护板有可能会烧掉。那这个锂电瓶的充放电我就不测试给大家看了，今天只是把我组装锂电瓶的过程分享给各位看，让各位如果有兴趣自己 DIY 的话有一个参考。那今天我们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好了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这个锂电瓶很重，然后这个箱子其实有一点脆弱，要拿的时候下面的手还是要扶住。